38岁，我陪这个男人吃了半辈子的苦，从死人堆里把他刨出来，替他端屎端尿伺候瘫痪的老娘。如今他封了国公，我以为我终于可以享享清福了，直到今天。夫人，我准备纳妾了。我要纳周氏女进门，前朝贵女，皇家筵席上你见过的。前朝侯府嫡女，大郎，你可知朝堂上那些酸叔是怎么看我们的？老子跟着皇上打江山的时候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如今封国公了，娶个侯府嫡女怎么了？老韩他们家大字不识的泥腿子都娶了伯府姑娘续弦，我段庆堂堂国公娶个贵族女，正好脱了这粗鄙武夫的皮。玉娥，等老子发达了，一定让你做诰命夫人，绝不让你再吃一点苦。夫人，你如今可是当朝国公夫人，该有的气度得有，可别学那些乡野村妇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得识趣。识趣？是啊，从泥地上爬起来的男人，乍然富贵，最怕别人说他土。既然你嫌弃我这糟糠妻挡了你享受富贵的道，那从今天起，我就当个快乐的寡妇，拿着你的钱，享受我美好的人生。大郎说的哪里话？你戎马半生，吃了那么多苦，如今功成名就，是该好好享享清福了。夫人，你这是同意了？别说侯府嫡女，就是宗室郡主，大郎也配得。大郎，你可一定要好好享受，千万别死得太快了。夫人，还是你乖巧，不像你那个闺蜜琳琳，只会闹。琳琳，怎么才3个月不见，你就病成了这样？鲁成呢？他怎么不管你？升官发财，死原配，这就是咱们的命。听见了吗？那贱人进门第一天穿了一身红，鲁成说他年纪小不懂事，后来他天天不懂事，吃我的燕窝，顶撞我鲁成，让我多担待。鲁成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，当年你跪在雪地里把头磕烂给他求药，他全忘了吗？那贱人诬陷我害他流产，他根本没怀孕。可鲁成那个睁眼瞎，二话不说一巴掌把我打倒在地，骂我毒妇，削了我的管家去。玉娥，段庆要是也动了这心思，你千万别让那些前朝贱人进门，他们摔进泥里，逮着稻草就往上爬，什么手段都有，什么脸面都不要，咱们斗不过的。琳琳只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夫君，却被嫌弃聒闹，真是可笑。大郎说的哪里话？我怎么会闹呢？夫人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大郎认我的好就行。不过，既然要迎新人进门，我也得跟大郎讨个定心丸。夫人，你放心，我就算娶100个贵女，你也是大妇，谁也越不过你去。夫人有什么需求尽管说。长子成业19了，跟着你在军营历练3年，我想请封他为世子。应该的，成业是咱们的嫡长子，我明儿一早就上书。还有一件事，请大郎喝了这碗药。这是什么？绝子汤。你疯了！你敢让我断子绝孙？大郎别急，你听我说完。周氏今年18，曾经的侯府嫡女，金尊玉贵长大的，这样的人嫁给你做妾，图什么？图你年纪大，图你脾气糙，图的是你的爵位，你的权势。可周家打错了算盘，你段庆的爵位是拿命换来的，传给谁得你说了算。周氏进门，投胎若是生了儿子，他会不会想，凭什么我儿子不能袭爵？他金枝玉叶给你做妾，凭什么他的儿子要低成业一头？到时候他闹，他家人跟着闹，御史参你宠妾灭妻，皇上骂你家务事都理不清，你打了一辈子仗，临老还要跟女人斗心眼。段庆，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最怕的就是别人算计你的权势和家当。你喝下这碗药，往后周氏生不下孩子，就不会动歪心思。等他发现生不了，闹起来，你只管往我身上推，
说是我这个杜父干的。你干干净净，全是我的错。咱们的爵位只能留给咱们共患难的亲儿子。你说的对，我打了一辈子仗，凭什么老了还要被女人算计？想让他们外孙袭爵，做梦！是了，咱们的3个孩儿跟着你东征西讨，吃尽苦头，这国公学位自然要让咱们的亲儿子享受。还是夫人想的周到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学别人宠妾灭妻。我一直都知道，大郎绝非那等忘恩负义之人。有时候我真有些羡慕周氏，一进门就能享福，我却陪大郎吃了半生的苦，替你挡刀伺候婆母，才换来今天的地位。不过人比人气死人，谁叫我比他先出生20年，人老珠黄了吗？我现在就去书房写请封世子的折子。20岁的放牛娃，拼到40岁成了人上人，骨子里还是那个得了贵女就上赶着贴上去的破落户。这样的人只能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娘，您找我？去把账房的账本全都拿来，明儿开始，家里的产业你学着管。娘，这爹不会同意的，他向来把家产看得极重。他会给的，他刚刚喝了那碗药，心里那点愧疚还没散，趁这功夫把家中产业全都捏过来，往后他想纳多少贵女，都由他去。娘，程烨，你记住，男人都不怕被冠上忘恩负义的名声，我们女人又何惧区区杜父的凶名？38岁，狮子骨硬朗，长子可依靠，4子读书好，小闺女乖巧。从今往后，我要为自己活。请夫人喝茶。周姨娘似乎不服气，夫人误会了，妾能服侍国公爷，高兴都来不及。是因为世子册封早了，你不高兴？夫人误会妾身了，夫人长子封世子，妾怎会不高兴？夫人，见好就收。好了，刚才逗你的呢。周姨娘，我问你，我家国公爷今年40有3，又是个大老粗，你一个29年华的千金贵女，为何甘愿给国公爷做妾？是真心爱慕我家国公爷，还是贪图国公府的富贵？妾身自然是真心爱慕国公爷。既然是真爱，想必周姨娘也不在乎那些黄白俗物。赏。谢夫人赏赐。夫人，您看看吧，周姨娘进门后，国公爷被迷得神魂颠倒，不仅破例给她单独的院子，配了出入的轿子，那流水般的赏物更是没断过。再这么下去，国公府的库房都要被他搬空了，您怎么也不拦着点儿？拦？为什么要拦？前朝贵女，我倒要看看这锦绣窝里养出来的贪婪，能把段庆的家底掏空到什么地步。传我的话下去，周姨娘院子里的开销一律不准克扣，不仅不要拦，还要着意给她多添置些，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。李氏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大郎这是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火？你堂堂国公夫人，怎么给妾室送如此廉价的镯子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！传出去，外人还以为我国公府连对像样的镯子都买不起，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国公爷别怪夫人，都是妾身不好，是妾身配不上好东西。大郎，你竟是这样想我的？你忘了吗？这对镯子是当年你做总戏时拿命拼来的赏赐，特地买来送我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戴在身上，从不离手。于我而言，这对镯子比任何奇珍异宝都要贵重。周姨娘不懂这对镯子与我的重要意义，我理解。可大郎，你怎么能忘记呢？是妾身的不是。夫人与国公爷是共患难的夫妻，情分自然是妾身无可撼动的。可国公爷跟着皇上打江山时，必定是最黑暗、最苦的岁月，寻常人都不愿再回忆。夫人又何必总提这些，勾起国公爷的伤心事呢？周氏说的对，大郎，你总拿以前的事说事，不就是想让我愧疚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国公，以后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不要再提了。这么多年的夫妻，刀山火海都过来了，如今连提都不能提了。段庆，你的良心算是彻底被狗吃了。
李氏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周氏，你们周家一朝落难，我原还觉得可怜，今日才知你们落得这下场一点都不冤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他说你那段日子黑暗，不该再提。可那段日子是谁陪你的？是我。刀山我陪你闯的，火海我陪你趟的。如今你功成名就了，那段日子就不该再提了。那我问你，如果皇上也这么想呢？皇上坐拥天下，看着你们这帮前邸旧臣大字不识，行为粗鄙，动不动就提当年一起挨过刀的日子，皇上是不是也觉得烦？是不是也觉得那是黑暗岁月，伤心往事，不该再提？你胡说什么？而那些前朝旧臣斯文儒雅，进退得态，从不说这些。他们日日陪着皇上谈诗论画，温言软语。天长日久，皇上看你们这帮粗人，是不是越来越不顺眼？大郎，你嫌我提旧事让你愧疚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周氏让你厌弃旧事，不是因为心疼你，是想把你的根挖了。什么？你的根是什么？是从龙之功，是26年的出生入死，把这些都挖了，你算什么？一个粗鄙不堪的大老粗罢了。到那时，谁能陪皇上谈诗论画？周家人。谁能哄皇上开心？周家女。你段庆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恨的不是我，是你们这帮泥腿子。等你们一个个都成了孤家寡人，他们周家就回来了。你血口喷人，国公爷，妾身没有。我血口喷人？你敢发誓，你心里没有半分怨恨？要不是他们跟着皇上造反，你还是高高在上的侯府嫡女，如今却要跪着伺候一个泥腿子，你心里能服？我不是的，国公爷，您别听他胡说。国公爷，妾身冤枉，妾身真的冤枉啊！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这话你听过？若有一天，皇上也觉得你们这帮老臣碍眼了，也想换一批私圣人伺候了，大郎，你寒不寒心？你将心比心，我陪你吃了20年苦，刀山火海都闯过来了，如今你为了这么个玩意儿，就要挖我的根，戳我的心，大郎，你于心何忍？夫人，你白天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，你说的对，那些前朝余孽不得不防，往后这国公府的家底还有管家大权，全都交由夫人打理，只有交给你，我这心里才踏实。男人在恐惧和愧疚下的保证，最是做不得数。不过既然钱送上门了，我自然要照单全收。大郎既然信得过我，我便替你管着。夫人，天色不早了，今晚我便留在正房。大郎且慢。怎么了？近日朝堂风波不断，我已在佛前发愿，要斋戒清修1月，为大郎回国公府祈福。这期间实在不宜侍寝。这夫人有心了，那我便不打扰夫人清修了。玉娥现在是越来越端着了，罢了，她管家我享乐，互不干涉。妾身给夫人请安。夫人昨夜休息的可好？国公爷昨夜在妾身院里，非说妾身受了委屈，心疼得紧，闹了大半宿，害得妾身今日差点起晚了，还望夫人恕罪。挨了那么重的一巴掌，转头就能在床上把男人哄回来，这前朝贵女的狐媚功夫确实了得。只可惜你高兴得太早了。周姨娘伺候国公爷辛苦了，不过国公爷正值壮年，你一个人怕是伺候不过来。夫人这是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国公府太冷清了，该添些热闹了。奴家给夫人请安。周姨娘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杨氏，官家之女；这是黄氏，前朝宗室女。她们跟你一样，都是家逢大难的落难贵女。国公爷心善，怜惜她们孤苦，便带入府中。以后你们便是姐妹了。既然进了国公府，就得懂规矩。我乃侯府嫡女，你们不过是庶女和破罗户，以后最好安分守己，
别把外面那些狐妹子气息带进来。周姐姐教训的是，只是妹妹从前在宗室里学的都是正室大夫的规矩，这给人做妾的规矩，妹妹确实不懂，以后还得向姐姐多请教呢。你放肆！姐姐好大的威风，妹妹好怕。国公爷说最喜欢我们姐妹温顺懂事，姐姐这般凶悍，若是吓坏了我们，国公爷可是要心疼的。你们这两个贱人！行了，国公爷让你们来是伺候他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周姨娘，你若是不懂怎么和睦相处，就回院子抄女则去。两个贱蹄子也想跟我争宠，国公爷最爱的是我这侯府嫡女的做派，今晚我定要把国公爷的心抢回来。哎呀，国公爷好坏，你弄疼奴家。心肝儿，你这身段可比那什么侯府嫡女软多了，来，让爷亲一口。国公爷偏心，最近都不疼人家啦。疼？怎么不疼？这个磨人的小妖精，真是要了爷的命了！哈哈哈哈。夫人，您这几天花钱也太狠了。城东那2间旺铺，城外那500亩良田，还有这些首饰，这流水般的银子花出去，国公爷若是查起账来，可怎么得了？查账？他现在哪有功夫查账？后院那3个狐妹子为了争宠，斗得乌眼鸡似的。大郎天天在温柔乡里打滚，连早朝都快起不来了，哪还顾得上这国公府的账本？话虽如此，可夫人您向来勤俭持家，如今这般大手大脚，老奴看着实在心疼啊！这可都是国公府的家底啊。嬷嬷，你错了，这些钱我不花，有的是小三替我花。夫人，你看看周氏进门才多久，就往娘家搬了多少东西。我若是还像以前一样抠抠搜搜的替他省钱，最后便宜了谁？便宜了那些想踩着我上位的贱人。大郎既然把管家权交给了我，我就要把这国公府的家底一点一点全都变成我自己的私产。我要把这国公府掏空，留给我的儿子。老奴明白了，夫人说的对，咱们不能便宜了外人。明白就好，去备车。听说京城最贵的百宝阁新进了一批极品头面，咱们去瞧瞧。是，夫人，老奴这就去安排。国公夫人真是好眼光，这套赤金点翠大凤螭可是咱们百宝阁的镇店之宝，整个京城独一份，您戴上绝对是艳压群芳，贵气逼人。确实不错，嬷嬷，付钱。掌柜的，包起来吧。慢着，这套头面我要了。云氏，那个全家流放，靠爬上鲁城的床上位逼死林林的贱人。哎呦，云夫人，这套头像是国公夫人先看中的，您看。本夫人出双倍的价钱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荣国公夫人啊！夫人这把年纪了，还学人家小姑娘戴这么艳的头像，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那张人老珠黄的脸，配得上这赤金点翠吗？你一个妾室，竟敢对国公夫人无礼！妾室怎么了？侯爷说了，我可是天生旺夫的命，侯府上下谁敢不敬我3分？掌柜的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套凤餐给我包起来。这种好东西，只有本夫人这种年轻貌美、深得侯爷宠爱的人才佩戴。至于那些黄脸婆，还去挑些素净的银簪子吧，免得带出去丢人现眼。琳琳，就是这个贱人，霸占了你的位置，抢了你的嫁妆，最后还要了你的命。今天我就先替你收点利息。哎呦喂，这怎么打起来了？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疯婆子，你竟敢打我！我可是郑国侯的心头肉，侯爷连一根手指头都舍不得碰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对我动手？我算什么东西？我是皇上亲封的一品荣国公夫人。你一个全家男丁流放、女眷为奴的罪臣之女，靠着爬床上位做妾的贱婢，也敢在本国公夫人面前狂？你胡说！我是侯爷明媒正娶，你一个妾室也配提这4个字？你斗死了原配，便以为高枕无忧了？我告诉你，贱婢就是贱婢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。李氏，你别太嚣张！
侯爷说了，我是天生旺夫的命，你敢打我，侯爷定会踏平你荣国公府。旺夫？你那旺夫的把戏也就骗骗鲁成那个蠢货。你以为买通了护国寺的圆通大师，就能洗白你爬床上位逼死原配的安扎氏了？原来那旺夫的名头是买来的，真是不要脸！就是逼死原配，还敢这么嚣张，真是丢尽了文官千金的脸。你血口喷人！你以为斗死了原配就能扶正了？做梦！你父祖母族全都获罪，这辈子下辈子都只能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贱妾，给人做妾做得很舒服是吧？天下文人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。李氏，你给我等着，侯爷绝不会放过你。我随时恭候。给我走！李氏，你个贱妇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李氏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老鲁，这是怎么了？消气儿，消气儿！消你娘的气！段庆，你看看你娶的什么泼妇！你这婆娘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当众长噎老子的爱妾！老子平时连一根手指头都舍不得动云儿，他倒好，上去就是2巴掌。老鲁，贱内粗鄙凶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看在哥哥的面子上，饶他这回。饶？段庆，你他妈还是不是男人？婆娘在外头撒野，你管不住，老子今天替你管。就这，一把年纪了还带这么艳的头面，也不照照镜子，配吗？要我说，你就该把这黄脸婆休了。咱们这帮老兄弟，谁不是换了几茬？就你守着这乡下婆娘，寒碜不寒碜？段庆，别人指着你妻子的鼻子骂，你连个屁不敢放，你这国公爷当的可真窝囊。段庆，老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今天这事儿，老子不把你这婆娘打出屎来，老子就不姓鲁。老鲁，使不得啊！这大半夜的闹出人命来，御史堂那帮酸牢又要参咱们一本了。参老子？老子怕他们？段庆，你今天非要护着这个泼妇是不是？不是护着他，是怕脏了哥哥的手。回头我一定好好收拾他，给云夫人出气。段庆啊，段庆，当年咱们一块砍人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德行。怎么，封了国公，连裤裆里那玩意儿都封没了？行，看在昔日同袍的份上，老子今天不亲自动手。老段，你自己来。今天你要是不给他个教训，老子这口气咽不下去，咱们兄弟也没得做。怎么，舍不得？怎么，舍不得？一个乡下黄脸婆，你还真当宝了？老段，老子的脾气知道的。蠢妇，好端端的去招惹云氏干什么？害得我在老兄弟面前丢尽了脸面。今天不打你，鲁成这疯狗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个败家玩意儿！老鲁家的人，岂是你能动的？今日就给你个小小的教训，让你长点记性。娘，父亲开恩，母亲虽有不是，你怎能当着外人的面如此折辱她？滚开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程烨，退下。鲁成是条杀人不眨眼的疯狗，程烨若是激怒了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受牵连。娘，镇国侯，是妾身错了，妾身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请您看在琳琳的份上，原谅妾身这回。呸！少拿死人来压老子！行吧，看在世直孝心可卖的份上，老子今天就饶你这回。哼，老段，你他妈还不惜福，简直找死！咱们走。你看看你惹的祸，要不是我拦着，今天这事儿能善了？好好的你招惹云氏做什么？人家可是公认的旺夫命。你堂堂国公爷，为了让别人消气，打自己的结发妻子就很光彩。行了行了，回屋待着去，别给我丢人现眼了。娘，程烨，我要鲁成死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从天堂坠入地狱。娘，
爹太懦弱了，鲁城欺人太甚，难道咱们就这么咽下这口气？我明天就去镇国侯府跟他拼了！站住！你拿什么拼？拿你这书生的拳头去碰他手里的刀吗？打蛇打七寸，鲁城是开国功臣，手里有兵权，硬碰硬我们毫无胜算。要杀他，得借刀。娘，借谁的刀？文臣的笔和黄泉的心。程烨，你琳琳姨母死后留下的一双儿女，在镇国侯府被云氏那个贱人虐待，活得战战兢兢。他们是最好的人证。娘的意思是让我去联络他们，去给他们点一把火，告诉他们想活命、想报仇，就站出来告御状。程平，你是读书人，文官最重名节，最恨武将粗鄙。我要你利用书院学子的身份，去京城最大的茶楼和书院，把水搅浑。儿子明白，定让那鲁城身败名裂。把这故事说活了，银子少不了你的。公子放心，小老儿这张嘴能把死人说活，能把活人说死。列位看官，今天咱们不说那才子佳人，也不说那神仙志怪，咱们来说一说当朝某位位极人臣的侯爷是如何宠妾灭妻、逼死糟糠发妻的惊天惨案。想当年，那发妻在雪地里磕破了头为他求药，陪他吃尽苦头。可他功成名就后，却纵容一个爬床的贱妾，将发妻诬陷夺权，活活搓磨致死。岂有此理！这等忘恩负义之徒，简直枉披了一张人皮。这说的是谁啊？难道是镇国侯？陆成，文官的比诛心，百姓的唾沫阉人，这惊天大瓜，我看你这回怎么咽得下来？可怜那发妻临终前瘦的只剩一把骨头，那侯爷却在隔壁与贱妾夜夜笙歌。可叹啊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到头来却落得个草席裹尸的下场。诸位同窗，那镇国侯鲁成不仅宠妾灭妻，前几日更是为了那贱妾，带人打砸荣国公府，逼迫国公爷欧超发妻。此等狂徒，目无王法，败坏纲常。难道我大燕朝的朗朗乾坤，就任由这等粗鄙武夫一手遮天吗？岂有此理！这鲁成竟猖狂至此，宠妾灭妻已是死罪，竟还敢聚众行凶，欺辱同僚发妻。武将跋扈，若不严惩，我等言官颜面何存？国法何在？今晚我便联名上奏，定要参他一本。就是他，侯爷发话了，这帮蒜儒吃饱了撑的，敢写折子骂侯爷，给他点颜色瞧看，给我打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乃朝廷命官，打的就是你这多管闲事的酸儒。侯爷有从龙之功，皇上都得敬着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皇上，鲁成纵奴行凶，当街殴打朝廷命官，他这是目无君父，形同造反啊！斯文扫地，简直是斯文扫地！今日打的是御史，明日是不是就要打进金銮殿了？臣等附议，严惩鲁成。鲁成，你这条疯狗终于把天捅破了。臣妾叩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，外头的事，本宫都听说了。皇上念及鲁成的从龙之功，虽然压了折子，但心里也是恼的。你受委屈了。娘娘，臣妾受点委屈算什么？臣妾是替琳琳屈啊。娘娘可还记得，当年在军营里，琳琳帮您扛过粮草，熬过草药，她为了鲁成，在雪地里把头都磕烂了。可如今呢？他被那贱妾诬陷夺权，活活搓磨致死。他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连口饭都没吃上。娘娘，难道咱们这些陪着男人吃尽苦头的糟糠妻，就只配落得这样的下场吗？本宫知道你们苦，可鲁成毕竟是开国功臣，皇上若重罚他，怕落下鸟尽弓藏的骂名，本宫也不好干政。娘娘，您以为这只是后宅之争吗？您想过没有，那些文官为什么拼命把女儿往武将家里送？自然是为了攀附权贵，明着是嫁女做妾，暗里呢，武将的根是什么？
是从龙之功，是领兵之权。文官们把女儿送进来，是为了挖断武将的根，换上他们自己的血脉。娘娘试想，等这帮老将全死了，新上位的公侯伯爵全都是这文官的血脉，到那时，这朝堂之上还有谁听皇上的？皇家的江山还稳吗？该死的，这帮酸丁就是见不得咱们武将好。当年老子们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，他们躲在后方吟诗作对，如今享了几天清福，就眼红了。把大印盖上，立刻递进宫去。弹劾鲁成？你疯了！鲁成现在是被困在府里，但他手底下那些钱兵可不是吃素的。你以为你不写就能独善其身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茶楼里那些说书的，还有书院里那些骂鲁成的学子，都是自己冒出来的？是你干的？是我让程平去干的。你这个毒妇！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全家！你要是不写，我现在就对外宣称，是你这个一家之主指使儿子去煽动书生的。鲁成那条疯狗睚眦必报，要是让他知道是你干的，他第一个咬死你。你竟敢如此坑我！大郎，你糊涂啊！你写了这折子，对外就说鲁成欺人太甚，逼你殴打发妻，你是为了护妻才忍无可忍。读书人最看重这个，你不仅能落个重情重义的美名，还能洗刷你懦弱的骂名。更重要的是，鲁成一倒，他手里的兵权总得有人接吧？妈的，拼了！老鲁，你不仁，就别怪兄弟我不义了。立刻送进宫，务必亲手交到通政使手里。玉娥，这折子递上去，皇上真能把老鲁的兵权交给我？大郎放心，你是为了护妻才大义灭亲，皇上定会高看你一眼。兵权，皇上连鲁成都要防，又怎会把兵权交给你这个蠢货？这道折子不过是送鲁成下地狱的催命符罢了。连段庆这个最怕事的老粗都上折子痛斥鲁成心怀愿望，看来鲁成这厮确实是狂妄的没边了。皇上，鲁成宠妾灭妻，逼死发妻，已是天理难容。如今更是纵奴行凶，殴打言官，他眼里还有大燕的王法吗？皇后，鲁成毕竟是跟着朕打天下的老兄弟，若重罚他，朕怕寒了前底旧臣的心啊。皇上，您以为这只是后宅之事吗？那些文官拼命把女儿送给武将做妾，图的是什么？他们图的是挖断武将的根。等这帮老将全死了，新上位的公侯全都是文官的血脉。到那时，这满朝文武还有谁对皇上绝对忠诚？皇家的江山还稳吗？好一个偷天换日！朕念及旧情，他们却在算计朕的江山。传旨，镇国侯鲁成宠妾灭妻，纵奴行凶，立刻捉拿归案，交由三法司会审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国侯鲁成恃宠而骄，宠妾灭妻，逼死发妻，更兼纵奴行凶，殴打朝廷命官，目无王法，折即夺去鲁成镇国侯爵位，毁其丹书铁券，贬为庶民，永不续用。其妾云氏蛊惑主君，作恶多端，汉当场乱棍打死。钦此！不，皇上，臣有从龙之功啊！皇上开恩啊！救我！我可是旺夫的命啊！行刑！大喜呀！圣旨下了，鲁成被夺爵，贬为庶民。那个毒妇云氏被当场乱棍打死了。鲁成，你以为有从龙之功就能一手遮天？你以为逼死发妻不用付出代价？这世上多的是杀人不见血的刀。琳琳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个霸占你位置的贱人死了，那个负了你的男人也从云端跌进了泥里。琳琳，我替你报仇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太可怕了！
皇上今天在早朝上发了雷霆之怒，把老周老刘那几个纳了贵女做妾的勋贵骂了个狗血淋头，不仅罚俸3年，还逼他们给发妻守孝。幸亏我听了玉娥的话，上了那道折子，不然今天被扒皮的就是我了。现在外边风声太紧，我得赶紧找玉娥避避风头，让她给我出主意。夫人，夫人，出大事了！夫人聪慧，这史记中的权谋之道，夫人已然通透。先生谬赞了，今日就讲到这里吧。是，老朽告退。这哪里还是那个围着灶台转的黄脸婆？这气度比那些前朝的侯府夫人还要尊贵100倍。玉娥，你今天这身打扮真是好看。国公爷不在周魏娘园里听曲儿，跑我这清修之地来做什么？嗨，别提了。皇上今天发了好大的火，严惩了那些纳妾的老兄弟。我这不是心里没底，来找你。站住！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。你看看你这副慌里慌张、满头大汗的粗鄙模样，哪里有半点一品国公的体面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着急就能失了规矩。我如今请了大儒讲课，学的是圣人礼仪。你若是连最起码的仪态都学不会，以后就别进我这正院的门，免得给我丢人现眼。皇上这是要卸磨杀驴啊！老鲁不过是后院里死了个女人，就被夺爵毁券，贬为庶民。咱们这帮老兄弟，谁没纳几个妾？这刀迟早要落到咱们脖子上。是啊，今天早朝皇上把咱们骂得狗血淋头，还逼着咱们给发妻守孝，这不明摆着是借题发挥，敲打咱们吗？老段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那道弹劾老鲁的折子，可是把咱们武将的脸都丢尽了。现在皇上最信任你，你得给咱们指条明路啊！这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咱们还是安分守己先好。安分守己？等刀架在脖子上再安分吗？段庆，你是不是被你家那个母老虎吓破胆了？诸位大人好大的威风啊！怎么，皇上还没把刀架在你们脖子上，你们就先慌了？当年你们嫌弃糟糠妻粗鄙，把他们赶下堂，逼死在后院，转头迎娶那些娇滴滴的贵女时，可曾想过他们是什么心情？可曾想过会有今天这报应？放肆！我们男人商议国家大事，哪有你一个妇道之家插嘴的份儿？段庆，你就是这么管教女人的，还不让她滚出去！老周，你为了娶那左相的义女，逼死发妻，连亲生儿子都保不住。如今你这般大呼小叫，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那儿子是水土不服病死的。水土不服？一个那么壮的少年，回老家没几个月就病死了，这话也就骗骗你这蠢货。老周，我问你，你最近是不是时常腰酸背痛、夜尿频多、精神不济，甚至连你那把100斤重的铁胚弓都拉不开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大夫说我是早年征战留下的旧疾。旧疾？那是慢性毒药。你那娇滴滴的新夫人，正一点一点掏空你的身子。等她生下嫡子，等你2腿一蹬，她就是大燕朝最年轻的国夫人，她儿子就是最小的国公爷。你辛苦大半生，到头来不过是为人作嫁。刘威，你记事进门3年，原配留下的2个孩子，一个落水没了，一个摔马没了，你真以为是意外？你休要血口喷人！你那继室是前翰林家的小姐，她有个远房亲戚，正是专在各家内宅行走的杏林女医。你府上的库房，怕是早就被她搬空贴补娘家了吧？诸位大人，你们在战场上杀敌无数，却在后宅里被一群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这就是你们抛弃糟糠、喜新厌旧的报应。言尽于此，诸位好自为之。夫人，您要的养生汤熬好了。夫人，你才38，身子骨硬朗得很，怎么喝起养生汤来了？早年随你东征西达，落下不少病根，是该好生调养了。我若是不好好活着，万一哪天死了，便会有别的女人进门，摘我的桃子，花我的银子，欺负我的孩子。夫人多虑了，我段庆对天发誓，绝不是老周老刘那等糊涂蛋，我绝不会宠妾灭妻，更不会让那些女人算计咱们的家产。大郎的心意，我自然是信的。大郎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如今功成名就，想享受几个女人，那也是他们的福气，我绝不拦着。夫人，你真这么想？只要管家大权、家中产业，还有这国公府的爵位，牢牢捏在咱们亲儿子手里，你在后园怎么玩，我都随你。玉娥，
你真是我的贤妻啊！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那些女人动摇你的地位。段庆，你这蠢货，你以为我在纵容你享乐？我不过是在给你编织一张催命的网，你就在这温柔降临，慢慢等死吧。查清楚了，是李氏那个女人在背后捣鬼，联合皇后和御史台搞我。段庆那个软骨头也敢上折子踩我一脚。侯爷，咱们杀进国公府，宰了这对狗男女，给云夫人报仇。是。走。段庆，你个缩头乌龟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老子今天活劈了你！是老鲁，他带人杀上门来了！你个蠢妇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！现在老鲁提着刀找上门了，咱们全家都要给你陪葬。夫人，不好了！路城上这100个亲兵正看咱们的大门，门快顶不住了。带了多少人？180个。是的，那够了。打蛇不死，后患无穷。正愁没理由处置他，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去哪儿？你疯了！那是鲁成，他手底下那些亲兵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，你敢当街杀他？我不杀他，难道等他冲进来杀我们全家吗？那也不能众目睽睽之下。所以，今天这事是我李玉阁一个人干的，与你毫无关系。你什么意思？从现在起，你给我装病，躺在床上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动静，都不许踏出房门半步。问起来，就说你旧疾复发，昏迷不醒。好，我装病，你自己小心。夫人，500府兵集结完毕，请夫人下令。开门。是。段庆，你个没卵蛋的渣！庶民鲁城，挟械围攻国公府，以下犯上，按律当诛。斩其一臂者，赏银1000两；取其首级者，赏银10000两。杀！赏银1000两，赏银10000两！该死的，一个娘们儿也敢跟老子叫板！兄弟们，给我杀进去！琳琳，你看着，这就是欺负你的下场。段庆，你个缩头乌龟！老子当年救过你的命，你就让个娘们儿出来杀老子！鲁成，你逼死琳琳那日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是你这个毒妇！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云氏不是忘你吗？怎么不忘了？你为了一个贱妾，落得个断臂残废、家破人亡的下场，这滋味好受吗？这国公夫人受惊了，下官救驾来迟。统领大人来得正好，庶民鲁城聚众持械冲击国公府，意图谋害国公爷。我已命府兵将其拿下，剩下的就交由大人处置了。是，夫人放心，下官这就将这狂徒押入大牢。来人，把他抬走。是。外面的戏唱完了，里面的戏也该开场了。玉娥，外面怎么样了？老鲁他……大郎别怕，鲁城已经被5城兵马司的人抓走了。大郎受惊了，快把这碗安神药喝了，好好睡一觉。睡醒了，一切就都过去了。
大郎，喝了好生躺着，这药安神定志，喝了就不怕了。好，我喝。大郎记住，一会儿太医来了，你千万别睁眼，就装作被鲁成气得昏迷不醒。若是露了馅儿，皇上怪罪下来，咱们国公府可就完了。我懂，我装病。大郎，你这病装得了一时，可装不了一世。这碗药足够让你在床上躺上10天半个月了。大郎啊，你若是有个3长2短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啊？太医，您快给国公爷看看吧！鲁成那杀千刀的打上门来，国公爷又急又气，当场就倒下了。夫人节哀。国公爷早年征战，本就气血亏虚，如今又受了极大的惊吓和怒气，导致急火攻心，脉象极其微弱，情况不容乐观啊！太医，求您一定要救到国公若。老朽只能先开几剂猛药吊着命，至于能不能醒过来，就看国公爷的造化了。太医的诊断就是最好的护身粉，鲁成，这口黑锅你背定了。皇上，臣妾冤枉，求皇上为荣国公府做主啊！国公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皇上正在里面批阅奏折呢，您快起来吧！这大冷天的，子欣冻坏了身子。公公，臣妾不起来。鲁成那庶子欺人太甚，他为了个贱妾，打上门来逼着国公爷休了我，臣妾忍了。可他不该在国公爷病重昏迷时带兵杀上门来啊！段夫人，你这是何苦？进来回话。皇上，鲁成带人冲撞国公府，国公爷旧疾发作，当场病倒，至今昏迷不醒。臣妾一个妇道人家，慌乱无助，眼看全家老小就要命丧刀下，一时激愤，才下令府兵反击。求皇上看在国公爷为大燕出生入死的份上，治臣妾一个人的罪，臣妾愿以死谢罪，只求皇上保戒国公府上下。段庆这粗人倒是娶了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，鲁成这时是狂妄到了极点，竟带兵冲击国公府，简直是死有余辜。段夫人，快请起。老段能有今日，你这个贤内助功不可没。鲁成自来张狂，有今日之祸也是咎由自取，与你何干？皇上圣明。传朕旨意，打开内库，挑最好的百年老参灵芝赐给荣国公府，再派2名太医日夜守在国公府，务必治好段庆。臣妾谢主隆恩。嫂子，老段这病，太医怎么说？兄弟们可是把家里最好的老参都拿来了，只要能用得上，嫂子千万别客气。是啊，嫂子，老段有您这样重情重义的贤内助，真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皇上都夸您是女中豪杰呢。女中豪杰，当初你们骂我黄脸婆、粗鼻村妇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嘴脸。如今知道怕了，晚了。多谢诸位兄弟挂念。大郎他还在昏迷中，太医说只能尽人事，听天命了。嫂子，您是不知道那鲁成现在有多惨，可不是吗？他那条右胳膊被齐根砍了，太医虽然保住了他的命，但人算是彻底废了。他那续娶的贵女夫人，一听说他被夺了爵，连夜写了和离书，卷着嫁妆跑回娘家了。现在他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，家徒四壁，比街头的乞丐还不如。活该，这就是他当初逼死发妻、欺辱我荣国公府的下场。太医，我这身子怎么越来越沉了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您这是早年征战留下的陈秋，加上这次急火攻心，伤了根本。老朽已经用了最好的药，但这病去如抽丝，急不得啊。太医，大郎他真的没事吗？夫人放心，只要按时服药，好生静养，国公爷的性命无虞。只是这身子怕是需要长年累月的调理了。大郎，你这病当然好不了，太医开的药是救命的，可我加进去的料却是让你彻底安心静养的。你就好好在这床上躺着吧。这老东西怎么病得这么重？太医换了一茬又一茬，眼看着是不行了。他要是死了，我这侯府嫡女岂不是要给一个泥腿耳守寡？姨娘，国公爷这病怕是悬了，咱们可得早做打算啊。说得对，我堂堂侯府嫡女，绝不能在这国公府里等死。去，把我娘家陪嫁的那个大箱子找出来。这国公府的家底，我绝不能便宜了李氏那个黄脸婆。老东西，既然你护不住我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
这国公府的荣华富贵，我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。动作快点，这尊玉观音可是前朝的物件，小心点别磕着了。还有那几锭金元宝，全都塞到箱子底下。小姐放心，咱们手脚麻利着呢。段庆那个老东西眼看是不行了，李氏那个黄脸婆迟早要把我赶出去，我必须趁现在多捞点本钱，等老东西一死，我就带着这些财宝回娘家，照样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。夫人，周姨娘那个贱蹄子，竟然趁着国公爷病重，勾结他娘家的人，偷偷把库房里的御赐珍宝和金银字画往外运。老奴亲眼看见他们抬了3个大箱子从后门出去了。夫人，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？那可都是国公府的家底呀！老奴这就带人去把他们抓个现行，把东西追回来。抓贼？为什么要抓？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捉贼拿赃，现在抓他，顶多是个家贼难防。大郎若是心软，说不定还会饶他一命。让他偷，他偷的越多，胆子就越大，死的也就越惨。夫人英明，传我的话下去，把后门的锁打开，把守门的护卫撤走一半。既然他想搬，咱们就给他行个方便，让他搬个痛快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我这身子骨向来硬朗，怎么可能被老鲁吓一下就病成这样？太医开的药喝了那么多，不仅没好，反而越来越沉。他的眼神好冷，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当年在战场上看那些敌军的尸体一样。难道……大郎，该吃药了。玉娥，大郎有何吩咐？我这病，是不是你做的手脚？大郎病糊涂了，怎么说起胡话来了？国公爷有闲心怀疑我，不如先看看你的心肝宝贝，这半年来都背着你做了些什么好事。这是国公府库房的账目。你那金尊玉贵的侯府嫡女，进门不过半年，从库房里运走了341件御赐珍宝，前朝的玉观音，皇上赏的东珠，还有你拿命换来的金丝软甲，全都没了。这是账房的流水，刚开始10两20两，后来100两1000两，半年时间，他从账房支走了整整37000两白银。37000两啊，大郎，这笔钱足够养一只思君了。不愧是前朝侯府精心培养的嫡女，这掏空家底的手段，云氏跟他比起来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来人，把那个贱人给我叫来！放肆，弄疼我了！这老东西看来是真的不行了。李氏这黄脸婆肯定是查到了账本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，只要我抛出这张底牌，这老东西就算拼了命也会保我。国公爷息怒，妾身知道，妾身拿了府里一些东西补贴娘家，惹国公爷生气了。可是国公爷，您千万保重身子啊！妾身有喜了。你说什么？有喜？他怎么可能有喜？我明明早就喝了御医给的绝子汤，这半年来，我根本不可能让任何女人怀上孩子。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这个贱人不仅像个贼一样掏空我国公府的家底，给我戴了绿帽子，他竟然还想让我给野男人养孽种，甚至想让这个孽种继承我的爵位。国公爷，您怎么了？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人！
给我打！把这个偷孩子的贱妇给我往死里打！乱棍打死！大郎，这顶绿帽子你戴的可还舒服？国公爷饶命，妾身真的有喜了，那是您的骨肉啊！给我用力打！打死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妇！为什么？前朝贵女也不过如此。你以为能算计一切，却不知道自己早就成了我棋盘上的一颗死棋。去，带人去周家，把那个贱人偷走的金银财宝还有御赐之物全都给我抄回来，一个铜板都不许留。属下遵命。我的钱，我的家底，只要能追回来，我段庆就还没输。只要钱追回来，只要家底还在，我段庆就没输。等我养好病，定要将周家满门抄斩。怎么样，东西追回来了吗？那个贱人的娘家人抓到了没有？国公爷，属下无能。属下带人赶到周家的时候，周家早就人去屋空了。你说什么？周家宅子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之前的东西全被搬空了，连地砖都被撬了。属下带人搜遍了整个宅子，连个铜板都没留下呀。跑了，带着我的钱跑了。属下跟着国公爷南征北战，抄了一辈子别人的家，没想到今天竟让一个女人把咱们的家给抄了，属下该死！大郎啊大郎，你精明了一世，最后却栽在一个你最看不起的女人手里，真是可悲又可笑。贱人！国公爷，国公爷突发中风，太医嘱咐必须绝对静养。这后院不需要那么多闲人了。杨氏、黄氏，你们拿着这些银子出府谋条生路去吧。多谢夫人恩典。至于你们，身为国公爷亲信，护卫不力，致使周氏那贱人搬空库房，害得国公爷急怒攻心，中风瘫痪。我没要你们的脑袋，以示法外开恩。夫人，属下对国公爷忠心耿耿，您不能趁国公爷病重就赶我们走。放肆！如今世子当家，这国公府是我说了算。来人，缴了他们的腰牌，全部赶出府去。放开我！大郎，你的羽翼，我今天算是给你拔得干干净净了。从今往后，这国公府彻底是我李玉娥的一言堂。你们都退下，把门关死。没有我的吩咐，任何人不许靠近内室半步。是夫人。大郎，闲杂人等我都清理干净了，现在这屋里就剩咱们夫妻俩了。咱们之间这26年的账，今晚也该好好清算清算了。大郎，你这几天躺在床上，外面的事怕是都不知道吧？我来给你讲讲你那些老兄弟们的近况，给你解解闷。还记得辅国公周虎吗？他回去后严刑拷打了他那娇滴滴的新夫人身边的丫鬟，你猜怎么着？那新夫人还真给他下了慢性毒药。老周亲眼看着新夫人所出的质子跪在地上求他，他这个在战场上一夫当当的男人当场嚎啕大哭，直接疯了。现在被关在后院，连人都认不清了。还有定远侯刘威，他查清了家底，发现侯府的财产早就被季氏搬空贴补了娘家，他原配留下的嫡子被养成了个废物，小儿子抱着他的腿喊爹爹。他把自己关在书房3天，出来时头发白了一半。大郎，你看看，周虎、刘威，还有那个断了胳膊的鲁成，他们当年嫌弃糟糠妻，把原配逼死赶走，迎娶那些高门贵女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，到头来呢，为人作嫁，家破人亡。这就是你们这帮抛弃糟糠、忘恩负义的男人的报应。大郎，别急着哭，
他们的报应已经结束了，而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大郎，你以为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仅仅是因为周氏贪财吗？你个蠢货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鲁成为为什么会那么轻易被夺爵毁劝？宠妾灭妻只是个由头，真正要他命的是他与前朝文官联姻。皇上当年造反，就是被那群士大夫逼得活不下去，好不容易把他们踩下去。你们这帮老将倒好，上赶着去娶他们的女儿，皇上心里能不忌惮？你为了洗刷你那泥腿子的出身，不仅犯了皇上的大忌，你还把我的切齿仇人迎进了门。你可知我的父母是怎么没的？周氏的父亲前朝定西侯，当年欺男霸女，逼死我岳父满门。我那可怜的小妹被周家强抢去作践致死的时候，肚子里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一尸两命啊！而周氏当时不过8岁，就那样冷眼看着我小妹痛苦哀嚎而死。你把仇人的女儿迎进府里，还要逼着我这个糟糠妻去善待她，去大度。段庆，你简直畜生不如！我做了什么？我到底做了什么畜生不如的事儿啊？玉娥当年在死人堆里救了我，我却把她的仇人迎进门，还为了那个贱人打她，我真该死！我真该死啊！大郎，你这副样子真是让人倒胃口。别急着哭，也别急着后悔，咱们夫妻一场，我还有个天大的惊喜没告诉你。大郎，你是不是质疑以为你这病是被鲁成气出来的？忘了告诉你，当初你为了向我表忠心，一口喝下的那碗药，根本不是什么绝子汤，那是朱砂。朱砂量不大，不会立刻要你的命，但足以让你日渐虚弱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掏空你的底子。你早就中了慢性毒了，而真正让你彻底瘫痪在床、口不能言的，是我后来让太医给你开的这碗救命的汤药。我在里面加了点猛料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周氏那个贱人其实并没有给你戴绿帽子，她肚子里的喜脉不过是她为了保命随口编出来的谎话罢了。但我就是要借你的手，活活打死他。大郎，亲手打死自己心爱的女人，这滋味如何啊？毒妇，你这个魔鬼！你骗了我，你算计了我的一切。大郎，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国公爷，你就安心的走吧，我会让你走得很安详。你活着，皇上忌惮你，那些为官盯着你，咱们国公府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难。只有你死了，皇上才会彻底放心。只有你死了，我们孤儿寡母才能顶着忠臣遗孀的名头，安享着国公府的无边荣华。大郎，这就是你这辈子最后的价值了。20年的夫妻，大郎，咱们的账彻底清了。大郎啊，国公爷红了，国公爷呀！什么？段庆死了？他才40多岁啊！荣国公正值壮年，怎么突然就没了？听说是被鲁成气得旧疾复发，没挺过去。京城的天，怕是要变了。皇上，荣国公府已经挂白了，段庆确实是去了。老段啊，老段，当年跟着朕出生入死，没想到竟走在了朕的前头。段庆虽然懦弱，但毕竟手握重兵，如今他死了，这兵权自然就收归朝廷了。一个死了的开国功臣，可比活着的让朕放心多了。传朕旨意，荣国公段庆劳苦功高，忠心耿耿，如今英年早逝，朕心甚痛。
着礼部按亲王规者厚葬荣国公。遵旨。段庆遗孀李氏，贤良淑德，护肤有功。打开内库，赏赐黄金1万两，蜀锦100匹，御赐奇珍异宝10箱，以慰其心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荣国公段庆从容有功，忠肝义胆，今不幸薨逝，朕深感痛惜。其长子段承业纯孝忠厚，颇有父风，着即册封段承业为新任荣国公，世袭罔替，钦此。臣谢主隆恩。皇上不仅厚葬了段庆，还当场让长子袭爵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宠啊！是啊，这荣国公府不仅没倒，反而更稳固了。大郎，你拿命换来的爵位和家产，现在完完全全都落在了我儿子的手里。我李玉娥终于成了这国公府真正的主人。捷报！恭喜荣国公府二公子段承平高中恩科一甲第3名，探花及第。多谢。先生，今日就讲到这儿吧，我乏了。是，老朽告退。夫人，二公子高中探花，大公子又把府里的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您现在这日子真是比神仙还快活啊！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再也没人敢给您气受了。是啊，没有男人在上头压着，没有夫纲管着，这日子确实舒坦。夫人，您如今才39岁，正是大好年华。既然国公爷不在了，您看要不要老奴去外面物色几个年轻俊朗、知书达理的小馆，进府来给您解解闷儿？嬷嬷，你当真以为我稀罕那些男人？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。我费尽心机走到今天，可不是为了在后后院里养面试的。那夫人，您想做什么？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要让这京城的天换个颜色。你听说了吗？陆成断了胳膊，现在在街头要饭呢。可不是吗？还有周虎和刘威，一个疯了，一个白了头。这荣国公夫人手段真是通天了，咱们以后可千万别惹她。国公夫人节哀，夫人如今大公子袭了爵，二公子又高中探花，真是好福气。以后咱们两家可得多走动走动。当年你们这些高门贵妇，哪个不是拿鼻孔看我？如今知道怕了，知道来巴结了。侯夫人客气了。诸位夫人，今日大郎七七法会，多谢诸位拨动前来。老段没了，我一个阮居妇人，以后怕是不方便再像从前那样时常抛头露面，与大家在宴席上相见了。但是我荣国公府的大门随时为诸位夫人敞开。从前咱们女人聚在一起只能哭，哭男人变心，哭自己命苦，哭孩子可怜，哭那些狐妹子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。但往后咱们聚在一起可以做点别的了，比如让那些忘恩负义、宠妾灭妻的男人都睡不着觉，比如让那些总喜欢摘桃子、踩着咱们上位的高门贵女们知道，咱们糟糠妻的刀藏在哪儿。国公夫人这是要给咱们撑腰啊！国公夫人，求您救救我！我家侯爷新纳的那个狐妹子，不仅霸占了管家权，还克扣我一双儿女的月令，昨日更是当着下人的面扇了我一个耳光，我实在活不下去了。一个妾室也敢骑到正室头上拉屎，你家侯爷就这么看着？侯爷被他迷了心窍，说我善妒，让我闭门思过。没用的东西，哭有什么用？眼泪能淹死那个贱人吗？嬷嬷，
带上咱们府里最得力的4个粗使婆子，跟着平阳侯夫人回去。老奴明白，夫人放心，老奴定让那贱蹄子知道什么是正式的规矩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敢擅闯我的院子？哼，老奴是荣国公府的人，奉国谷夫人之命来教教你这贱婢什么是规矩。给我掌嘴！是。别打！快把那尊玉匣拿好，只要国公夫人肯出手，我后院那个狐狸精就死定了。国公夫人就是咱们的救星啊！诸位姐妹，今日咱们不谈风月，只谈手段。男人变心是常态，苦闹是最愚蠢的法子。咱们要做的是把管家权、库房钥匙、田产地契死死捏在自己手里。国公夫人说的对，我听了夫人的法子，断了那贱人的月例，又买通了侯爷身边的小厮。现在侯爷一去他院里，小厮就去报信说他苛待下人。侯爷现在看他就像看个泼妇。我也是，我故意给那胡媚儿送了些香客的补药，他现在天天起红疹子，侯爷连看都不想看他一眼。记住，对付绿茶就要比他更绿茶，对付渣男就要捏住他的软肋。只要咱们姐妹同心，这京城的后宅就是咱们说了算。你竟敢把库房的钥匙全换了！侯爷息怒，妾身这也是为了防家贼。您若是不满，大可去顺天府告我。哎呦，这饭菜里是不是有毒？伯爵爷说笑了，这可是您那心肝宝贝亲手熬的补汤，妾身怎么敢动？邪了门了！我家那黄脸婆最近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不仅把管家权捏得死死的，连我多看丫鬟一眼，她都能不动声色的把人发卖了。谁说不是嘛？我那新纳的妾室进门才3天，就被她治得服服帖帖，现在见了我跟老鼠见了猫一样，连床都不敢上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现在京城后宅全听荣国公夫人的，她搞了个什么夫人茶话会，专门教那些原配怎么对付咱们。荣国公夫人，就是那个活活气死段庆、砍了鲁成胳膊的铁娘子啊！惹不起，惹不起啊！娘，我不去，我死也不去给那个老将军做妾。女儿啊，咱们家道中落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你去了，只要生下儿子，将来什么？你没听说吗？现在京城的原配夫人全都结了盟，背后有荣国公夫人撑腰。那些想去摘桃去的贵女，哪个不是被折磨的生不如死？我去了就是送死啊！娘，这是这个月府里产业的进项，比上个月又翻了一番。城东那几间铺子，儿子已经盘下来了。程烨，你做得很好，这国公府的家业交给你，娘放心。娘，儿子今日在朝堂上，皇上又夸奖了儿子的策论，还暗示要提拔儿子去户部历练。程平，切忌戒骄戒躁，步步为营。你妹妹的亲事也定下了，是清流世家嫡次子，家风严谨，绝不会有那些宠妾灭妻的安杂事。大郎，你看到了吗？没有你，我们孤儿寡母过得比谁都好。这盛世终究是如我所愿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何停下？回世子，前面街角有个乞丐在和几条野狗抢食，挡了道，小人这就去把他赶走。滚开！这是我的，滚！这声音，这身形，竟然是他！不，别看我！啊！滚开！救命！程烨，绕道回府吧，别让这等污秽之物脏了咱们的眼。是母亲，绕道。琳琳，我来看你了。你交代我的事，我都办妥了。那个霸占你位置、作威作福的贱人被乱棍打死了，那个负了你、逼死你的男人断了胳膊，现在像条野狗一样在街头要饭。琳琳，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都遭报应了。这盛世，这荣华富贵，我们糟糠妻也终于想到了。娘，这是刚送来的贡果，您尝尝甜不甜？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我叫李玉娥，今年39岁，是个寡妇。我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。